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笑哈哈，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互相帮忙，开开心心、甜甜蜜蜜的时光，欢迎来到这一家。我最爱的弟弟妹妹，有时吵架，有时帮忙都 OK。爱你的小小的兄弟姐妹，快乐真的是比赛，我们一起永永远远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回来啦！去洗洗手，口罩脱下来。弟弟，你的口罩呢？口罩。哦，我口罩，因为我刚刚在外面觉得不太舒服，我就先拿下来了。就是现在，不见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没有戴口罩，那就没有保护力啊！哎，受不了你，赶快先去把手洗干净，等一下妈妈再跟你说。妈妈，我回来啦！啊，还好，这个有戴口罩。妹妹很棒哦。等一下去洗洗手，口罩脱掉。妹妹，你的口罩怎么看起来怪怪的啊？有吗？你的图案在里面。哎呦，妹妹，你口罩戴反了。哦，妈妈对不起啦。哎呀，真是的，先把它丢掉，洗洗手。妈妈等一下再跟你说。好。妈妈，我回来啦！啊，姐姐也回来了，很棒哦。姐姐，怎么了？露出来了！露出来？我水壶明明有盖好啊，没有露出来啊。不是水露出来了，是你的鼻子露出来了。你的口罩没有把鼻子遮住，这样你的鼻子就没有保护到啊！真是的，怎么这样子戴口罩呢？脱下来丢掉，去洗手。哦，好。哎呀，妈妈等一下一定要好好的说一说。哥哥回来了！哥哥不要动！妈妈看看，我东西都有带回来哦，书包、制服。有戴口罩？有。没有戴反？没有。没有露鼻子？耶！太棒了！还是你最令人安心，还好你都有戴好，很棒。好啦，口罩脱下来丢掉，洗洗手，等一下吃饭喽。哦。口罩怎么丢这里？哦呦，妈妈，我正放啊，等下就去丢了，我去洗手啦。不是丢垃圾桶，怎么丢？像这些孩子真的是超透心的我啊！爸爸回来了，老公，老婆，你等一下，先把口罩脱掉啊，先不要靠近我，绑好，丢到垃圾桶。得分，老公，还是你最棒。你不知道啊，刚刚我们家的小宝贝们回家来，一个口罩的问题全部都出来了。他们刚刚回家，一个没有戴口罩，另外一个口罩露出鼻子还有一个妹妹啦，口罩戴反，根本就没有保护力啊！哎呦，怎么戴了口罩都让我们担心？老婆，你冷静啊！我等一下跟他们说，我先去把手洗干净了。等一下吃饭哦，没问题。洗20秒哦。好了，洗好手的赶快出去。又刚得分！来，帮妈妈拿去前面。还有，耶，我来了。好，哇！准备吃饭喽。哎，走。哇，好香哦！对呀，宝贝们，先坐好。在吃饭之前呢，爸爸要先来问一下，刚刚有戴口罩的，请举手。不要啊。 1、2、3，三个，有一个没举，手放下来。请问一下，刚刚口罩有戴反的，请举手。妹妹，你口罩戴反还这么得意呀？妹妹，手放下来。
那再来问问看，刚刚有把口罩丢到垃圾桶的，请举手。没有。才2个，一个没有丢到垃圾桶。弟弟呢？我什么都没有，你什么都没有，是不是因为你连口罩都没有啊？是不见了啊！哦哟，真是的。爸爸，你看啦，现在外面病菌、病毒这么多，他们连口罩都没有好好正确的戴在脸上，妈妈真的是会很担心、很操心的。哦，你不要担心，让我来跟他们好好的说一说。宝贝。为了不要让妈妈担心，在吃饭之前呢，爸爸要一个一个好好跟你们说。来，我们先把口罩拿起来。请问一下，你们知道口罩要怎么样分辨正面、反面、上面、下面、左边、右边吗？哦，爸爸，这个很简单。你看那个，你手上那个有颜色的是外面啊，没颜色的是里面。哦，爸爸，我还知道要怎么分上下哦。怎么分？如果有压条的呢，就会压在鼻子这边是上面；没有压条的戴在下面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那如果难一点呢？刚刚这个啊，黑色也是颜色，白色也是颜色，但是这个两面都是蓝色，那要怎么分呢？考考你们。你会吗？好难哦！啊，我知道啊！你知道个什么？你又看不懂。跟你说这个哈，你问妈妈好了。妈妈来教你们分辨。你看这里有英文字母，对不对？你这样看它是正面的，就代表这一面是朝外面。但你如果反过来的话，你这样看字母是反的，就代表这一面呢是接触皮肤的地方，要贴近你自己的口鼻。所以啊，宝贝，你就可以看这样子字母的正反面来分别咯。哦，所以其实不难啊，重要的是啊，我们口罩还要戴好，松紧带要挂好，然后压条要压好，这样才有保护力啊。我们保护自己，也是保护别人啊。可是爸爸，我刚刚有戴好哦，也没有戴反哦，我只是站放在桌子上而已，妈妈就大惊小怪。哎，这很值得大惊小怪，好不好？是啊，你看，你把口罩这样随手一丢，妈妈会很紧张哎。你知道为什么紧张吗？因为我们这样戴上口罩的时候，是不是一整天在外面啊？外面都是一些灰尘啊、细菌啊、脏东西啊。可是你这样一拖，然后把这些脏东西啊都这样放着，碰到桌子上了，细菌是不是在这边？然后大家这样一摸，哎呀，这样就不好了，污染环境哎。所以呢，爸爸跟你们讲，丢口罩也是有正确方法的哦。什么方法？像我们把口罩戴上去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脱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拿着这2个松紧带，然后把外面给折起来，细菌给包起来，然后对折，再对折。接着呢，用这个松紧带呢，把口罩给竖起来，然后再丢到垃圾桶。如果呢，你担心啊，外面的垃圾啊，有小动物会去抓，然后它可能会被套到，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松紧带扯断之后再绑起来，丢到垃圾桶。哦，知道了。是啊，戴口罩啊是要保护我们自己。像弟弟你因为不舒服就把口罩拿下来，没有保护到。姐姐也是，鼻子露出来不就吸到坏病菌了吗？这样子你们如果生病，妈妈会很难过的。下次不会。好，所以一定要记得把口罩戴好，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，知道吗？知道。那总结刚刚爸爸说的，有把口罩戴好，没有戴反，没有露出鼻子，脱下来之后还有好好的折好、包好，丢进垃圾桶，全部都有做到的人是谁？是我，是我。老公你好棒哦，你就是口罩的模范生。我是模范生，你是模范生，我最棒。妈，我们可以吃饭了吗？吃饿了。哦，对了，上了一整天课，一定饿了。来，大家开动喽！碗筷发一发。哇，今天我要吃1大块排骨。我也要，大家一起分享。妈妈快！你看这样健康的生活是很好，口罩一定要戴好啊。我一人一个。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笑哈哈，哥
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互相帮忙，开开心心甜甜蜜蜜的时光，欢迎来到这一家。哇，大叔很有想象力耶！谢谢老师。那我的呢？哦，晶晶画得很写实哎。哇，这么多色块，真是丰富。真的很丰富，厉害厉害厉害！谢谢老师。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到这边结束，到这边告一段落。各位同学，等一下利用下课的时候欣赏一下旁边同学的作品。我们下一节课要来选几个作品来当教室布置。好啊！我们应该可以哦。对啊。我要加油！好，那你们慢慢欣赏，慢慢讨论。下课喽！我把它完成。快完成了。拜拜。耶，我都完成了，嘿嘿，这么多色块的拼接，很有创意，大家一定会选我的。我看，是蛮不错的啦。不过，不就是把所有颜色的色块拼上去而已吗？对，这是印象派，好吧？那你看我的有很多不一样的花种，阳光又可爱，很适合当教室布置吧。还好。不然叫晶晶来看。好啊，晶晶来。啊，我很想看你们的，我来看，你来选。好，我现在看彩彩的。Colorful。Yes。Oh my god！ 哇 ，beautiful！ 小福太厉害了。Sorry， 太太，我会选小福的。你不懂啦，呱呱就不像你，他一定会选你。呱呱，你看我画完了，怎么样？我看一下。凯凯，你画得很好哎，而且我刚刚发现有一点跟我的有点像。哇，我们还有默契哦。对啊，超有默契的。我知道了，我们这么有默契的作品呢，就可以把它贴在门口啊。你看，一个贴左边，然后一个贴右边，好看，美丽。哇，耶！没有彩彩呱呱，你们这样一个贴左一个贴右，很像门神呢。而且贴在我们班门口，会不会经过的人被吓到不敢进来啊？小花，你怎么这样啊？没礼貌。对啊，小花，我看你的，你看，门神。好好看哦！而且你看，你跟我的合起来，是一个爱心哎，真的耶！而且你有发现吗？我这边是用色纸哦，这边是用色笔。哇，你弄拼贴的，而且我发现我们的色系很接近，这样配起来很好看呢，很好看。还好吧？哪有还好？小红，我们去看看小福他们的。好，走。你们就不整齐。太太，我们去看大树的，对，大树一定会跟我们画的差不多。对，走，大树，让我们来看看你的画，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只有我们懂你的创作，女生啊看不懂你的作品。没错，但我对我的画好像有点没自信。很有自信，可以的啦，展现一下，来，我画这个样子，最好看的，一级棒，超有创意的。跟你说，我觉得你的一定可以被选为我们的班级的教室布置的作品，可以吗？可以，而且呢，我跟太太的，我们这样子，一个贴左边，一个贴右边，你的放中间，好看，美丽，超好看。小福，你是不是有学过画画？我真的好喜欢你的画哦。哎呦，我没有学过画画啦，不过我从小就很喜欢画画哦。我妈妈都会把我的画贴满我们家的墙壁，很漂亮哦。真的很漂亮。对呀，很漂亮。而且小福啊，他没有学过就画这么厉害。你们看一下我的，我有去上画画课，我画的是可爱风的，你看。而且你们注意看哦，我跟小花的可以合在一起哦，云大爱心，好创意哦，好厉害吧？我跟你说，待会呢，我们男生就是挺男生的，不要选他们女生的。当然要选我们的啊，我们画这么好。对呀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刚刚啊，这样看起来，我们的作品超适合布置教室的，怎么贴、怎么放都好看，就是要选男生的啊。哪有？我
跟你们说，我们放在一起呢，好有整体感哦，一个完全是美术的感觉。而且呢，我们4个人的画都有画到植物哦，这样布置教室就会生气蓬勃，很漂亮。没错，4个女生的刚好贴在后面布告栏，满满的最美了，超美。选我们女生最漂亮，教室布置当然要选我们女生的啦。没错。错，男生的就比较厉害。对。太太，你看一下我们这里哦，我们女生人数比较多，当然选女生喽。没错，副班长说的对。哎，副班长说的对，但班长在我这边，班长呱呱说，对，就是要选班长这边的男生，班长在这里，所以呢，这件事情要听班长的好吗？好，来一起听班长的。这样子。wait。你们想一下哦，教室布置是谁负责的？是我学艺组长负责的耶，所以是我决定啊，选女生，选女生，选班长投票的声音投给班长。先回座位坐好。婷婷，我的座位。还给你啊！我才不想坐你的座位嘞。画条线，不要朝线。我才不想跟你一起。哎，你自己过去一点，我才这样说呢。不要靠我那么近。小花小姐、晶晶小姐，麻烦请你把你们的桌椅移出去一点，不要靠近我的橘色桌子。呱呱，不用你说，我也不想跟你连在一起。哼，我现在过来了，你也不要超过。哇好 ，ridiculous！ 呱呱 ，OK， 移就移，你就不要再跟我讲话了，拜。移就移，移就移，我听不懂啦。好了，老师刚才只是叫你们下课欣赏一下同学的作品，怎么就变成吵架了嘞？老师，班长，你说为什么又是班长？就是班长的，请大家安静。老师叫我说，老师，因为你刚刚上一节课说要挑大家的作品来布置教室，然后下课的时候大家就在看大家的作品。然后呢，我们男生就觉得男生的作品非常的完美，就选男生的。但是女生说他们的人数比较多，只选女生的，不选男生的。小花，你说，老师刚刚明明就是男生说只选男生不选女生，但是女生说女生的人数比较多，只选女生的。哎，可是我刚刚真的有听到有人说他是班长，班长说的算，班长决定。本来就是啊，这件事情就是班长可以决定的，而且班长是大家选出来的，大家选出来，班长是选出来的。你们这样子双方对立，这样好吗？这样不好吗？啊，我们先不说好或不好，老师来举一个例子，让你们想想看。假设我们今天在看一场运动比赛，有分蓝队跟红队。假装你们喜欢的都是蓝队好了。你们一定会觉得蓝队的队员他们都好棒、好优秀、好帅气，对不对？当然对。相反的，你们可能就会觉得红队的队员好像，怎么弱弱的，不喜欢，他们表现得不好，我不喜欢，我讨厌他们，是不是会这样？是，对。哦，好，那现在请你们跳出来，去回想一下老师刚才举的例子。你们听到老师这样说，你们有什么想法呢？老师，这样子好像会很没有了解事情就做了决定，是不是很像那个在井里面的青蛙？他只抬头只看到一小片的天空，他就以为天空只有这么一点大，所以他看到的就不够多。对，就是井底之蛙啦。对，没有错哦。所以如果我们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思考，那就很容易陷入单方面的想法。这时候我们应该要跳脱出来，去观赏、欣赏对方，了解对方的优点。
这样子是不是事情就会变得不一样了呢？老师，像我刚刚其实还没有看到女生的作品，我只是觉得男生就要挺男生，所以就跟女生他们吵起来了。老师，我也是。我刚刚其实只有看到海苔的作品，大树还有呱呱的我都没看到。我也只是想选女生的。对呀，你们这样子都还没有欣赏到对方的作品，就站在自己的角度，觉得自己的作品比较好，对方的作品一定比较差。你们这样子是不是太不客观了呢？老师，那所以我们刚刚这样子，是不是就变成井底之蛙，只看到一点点的事情，都没有看到全面性的？没关系啊，呱呱，因为你是呱呱。你是不是偷笑我是青蛙？我呱呱呱呱，我也可以变鸭子啊！呱呱呱！好啦，所以老师希望啊，大家都可以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，都可以多听、多看、多了解，这样是不是事情会变得更好呢？好啦，所以男生女生零距离。小红回来啦！好啦，可以麻烦你们2个回来吗？可以 ，OK， 很好。那不然我们把所有作品集中到中间，一起欣赏。好，大家来，哇，这个超厉害的，树的好漂亮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笑哈哈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互相帮忙，开开心心甜甜蜜蜜的时光，欢迎来到这一家。咿呀，我最爱的哥哥姐姐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，有时吵架，有时帮忙都 OK。爱与相亲相爱，兄弟姐妹快乐长大，兄弟姐妹我们一起永永远远。